今天我们来切牛肉，它是一块通常都会被忽略的肉，叫什么东西只要是长长的，可以被当作是菲力。在日本，它是一块蛮受欢迎的生食肉，超鲜甜。我们今天做的是菲力哦，来我吃吃看塔塔吉。老实说，你要骗我是菲力是有机会的，它有那个风味跟那个口感，搞不好它是一个塔塔吉神肉为什么这块肉被低估成这样？塔塔吉绝对比菲力好吃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火星主厨回归之旅。今天我们来切牛肉。我们今天要切的这个比较特别，它是一块通常都会被忽略的肉，叫做黄瓜条。再次感谢广元商贸赞助我们这块肉，让我们可以拍更多肉给大家看。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切开吧，我们就沿着旁边刺一个洞，让空气进去。进去之后，我们就沿着旁边把它切开来。黄瓜条啊，通常是比较在台湾是拿来炖煮的肉啊，在肩部，然后蛮靠近板腱，对，反正它是肩膀的一块很特别的肉。如果是在台湾牛的分布的话，它是蛮细的，像跟黄瓜一样，所以才叫黄瓜条。那我们看它表面有一层筋膜，然后它的纹理理论上应该是这个方向的纹理。我们先把它切开来，然后看这边就是贴着骨头的，对，就是有骨膜这些的，然后这边很多的筋膜，它就不是很好利用，对。然后也有人把它当做什么叫什么肩胛里，反正什么东西只要长长的，他们都会叫里脊。然后什么东西只要是长长的，就可以被当做是菲力。先把它修清吧，它是一块价格不是很贵的肉，其实修起来也蛮像菲力的修法。我们先把筋膜修掉，以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说。我们尽量把它拉直一下。它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比较有咬劲的肉啦。那有咬劲的肉，你说不好吗？我觉得也没有，可能不太适合做某一些烹饪。只要找到适合的方法呢，没有一块是垃圾的肉。然后我们看这边可能就会，它里面是有分2块的，我们等一下切一下就知道了。这个有血的地方我先拿掉。这边都是筋膜的，我们一样把它修掉。这块在台湾便宜后，我觉得主要就是因为它不能直接上火锅推肉片，不能推火锅肉片就没那么好吃。可是我觉得在奥和的上面，你看它油脂其实还是有的，它油脂的表现也不会说太差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子就朝这个方向这样修。你如果这样子修会很痛苦啊，纹理就长这样子，这样比较不容易断，像在修菲力一样。不过我们好像还没修菲力给大家看过，对不对？一直讲菲力好像怪怪的。我们改天请广元给我们菲力，我们修给大家看。那个筋膜很厚的，就把它直接修掉，不管它。反正你只要看起来外面是筋膜的，就先把它拿掉。里面呢，我们等一下再说。你来修的时候就知道那个筋膜是不太适合直接吃的，除非你今天拿来炖。不过这个有点像是骨膜的东西啊，这个炖应该也绝对不会太好吃。再尽量先把它修一修。等一下我们再来找。哦，这边好硬哦。我们看一下外面表面是不是几乎都修掉了？哦，这边还有一条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它应该不是一块完整的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它这边有个很厚的筋膜，一看知道这个是筋嘛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考虑说，我们要把它直接分开呢，还是要怎么样？那应该会像是里面有一颗筋膜在这边中间，那我们就把它先切开，然后我就沿着它先把它切开来看看，看它多深入到里面。对啊，应该只有到这边而已，这边应该不是很严重。不信我们就切一刀看看，然后这边有一点点筋膜，看你要不要修掉，我们就把这半边修给大家看一下好，因为它不是很厚啊，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忽略的，就这边比较厚的我要修掉，不是很好切，因为后面太薄了，筋膜差不多到这边，比想象中好容易修掉，边还有一点点，那筋膜不是很平整啊，差不多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再把表面给修轻一点。这个我觉得我们等一下直接吃吃看，有一点点的口感，搞不好是好吃的。因为这个筋膜目前我切起来是蛮软的。然后这边我再检查一下，其实你看这样子，如果我们这样子切，就是菲力，是不是又很像？看不出来了。对啊，你要切一块牛排来吃吃看吗？好啊。我们不要切太厚，我们放过自己。超像的，连侧边肉都像。真的觉得我们吃到一些难吃的菲力，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你不觉得吗？你这看不出来啊？看不出来啊，这个很像菲力侧肉啊，太夸张。
长。那我们切一些烧肉片来吃吃看，它很好切，就是它都是这样子，它没有一个复杂的肌群，就这样长长一块。它理论上它比较硬一点点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刻花。奥盒上面油花表现很漂亮，这个连这根筋都很像菲力的筋，也不用塑形，都圆圆的。对啊，2片厚的刻花吃吃看。那这个要不要刻花？就不刻跟有刻的都吃吃看。你说的哦，你今天很勇敢。今天要大吃，为什么？没有，这是网路梗啊。哦，这什么网络梗？我不知道，我老了，老人家不懂啊。切刻花，切起来其实蛮舒适的，所以可能不是一块太让人难过的肉，对啊，没什么筋感。这一条筋的，我们也切一些来试试看。这个筋看起来不太妙。其实我觉得我们刚刚不应该修的那么辛苦，我们可以切片之后再把这根筋修掉就好了。好像这样会轻松很多。那这个就卷起来放着，你等一下认得出来吗？你看，这样切下来之后再去找这根筋，跟板件有点像哎。他说跟板件有亲戚关系啊？在附近吗？这附近没错啊，就是好邻居啊。我卷起来的哦，比较好认。你的广元都问我肉去哪里。我们现在为了身体健康，其实真的不能吃太多。我觉得你要去验一下，虽然你很年轻，可是你还是要验一下胆固醇。哦，这个切起来就有一点感觉，它的那个虽然没有之前我们切的那个什么那么严重啊，和尚头里面的星星肉啊，它这个上面的那个纤维感就没那么重。有2个人说他们肚子饿，然后牛排切2块给他们，一块瘦的，一块肥的。你要过来是不是？你出现了，你肚子饿了吗？我们今天除了我们要切这种烧肉片之外，很重要的我们要来切切看它可以生食，因为这块肉啊，其实在日本它是一块蛮受欢迎的生食肉。那我们切生鱼片这样子好不好？啊，肉呢？我正在切，你没看到吗？生肉呢？就在这啊，你很烦。我在帮你挑筋啊，把筋切掉。这应该拿来涮火锅，应该还不错。这个我们刻花刻掉，你喜欢刻花过的肉，对不对？那你刻花的目的是什么？好吃。对，让肉变好吃。你记得这句话就好了。你再刻10字可能好。对对对，哇，你都有记起来耶，很好。那这个我们吃片的，然后我们再吃一些切丝的。我们今天做的是有点像油鸡，就是加蛋黄去做的那个生肉。那这块比较没那么油，所以很快温度一上来就会变得比较软。这样。那如果你要做油鸡的话，就是中间再放一颗蛋黄。我来倒，不行，我不要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们先把这个蛋黄倒下去，把这边漂亮了。然后我们要撒一点调味料。我要撒。好，给你撒，给你我要撒。啊！拿高一点撒啦，这样才会好看啦。然后加一点点酱油，我们再加一点香油。感谢巴尔提供我们厉害的香油，然后就把它拌一拌就可以吃了。那另外一个我们这个切成片的啊，我想要做另外一种比较像是生牛肝的这个做法。那我们就撒一些香油，撒一些香油，然后我们再淋一些酱油，撒芝麻。我要撒。我给你撒。小心。哦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好，那我们先吃这个。啊。超鲜甜，那还是有一点点筋，可是非常的鲜甜的味道。然后我觉得酱油可以多一点。我们现在没有山葵，如果有新鲜山葵的话，应该会更适合。然后我切小块点，哦，很软。你的菜吗？中哦，它的中就是好吃啊。你试试看，还不错哦，很甜，对不对？好吃。我觉得有点太冰。我刚刚放在外面回温是对的，可是我觉得味道蛮甜的。你说有筋其实还好，可是它比较没有油，吃起来就不会那么有负担，我觉得。很适合刺身。很软，我不喜欢芝麻。你也不喜欢芝麻？对。那我们吃这个。我可以搓吗？要我搓？我要搓。怎么样搓？不要变恶心哦。等一下我们把它戳破，然后稍微搅一下。
这样搅一搅，这就是油给加蛋黄的。对，你先吃哦。啊，有比刚刚好吃吗？比较好吃。有点冰哦。这个很好吃哎。刚刚使唤他下山买东西。我觉得可以再咸一点。来，很淡。拿盐来。确定吗？我来。那你问我确定，我就说不确定。再转。因为还比较狠呢。我一直都很狠。你要吃吗？你舌头好像牛，很卷。盐。有没有变好吃了？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，所有美味的关键都在哪里？在这里。不是，所有美味的关键是盐要加够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美味的关键在盐，所以这个如果撒了盐可能会好一点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觉得它撒盐应该很爽，美味关键就在盐了，加盐差很多，好爽。超好吃的。我再撒一点盐看看。其实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讲。你去日本吃一些烧肉店，尤其是平价的，你会看到上面其实有撒东西。那有时候是撒盐，有时候撒胡椒，可是大部分都是撒味精跟盐，这样就味道就会很好嘛。我吃看加盐之后，你吃啊，我不吃啊，我很饱。我觉得这个比起很多肉，我觉得它生食是很好吃的。如果我们刚刚有让它回温的话，因为今天天气很冷，我们让它回温的话，其实吃起来是很棒的。然后我觉得油鸡还是比较好吃，这个会有一点点血味，这个没有，油鸡的味道就整个很融合，蛋黄的鲜味啊，它的风味都会有。我觉得跟这个也有关系啊，那种万能调味料。因为我的帮忙所以才有。那我们接下来吃什么？好啦，我们要搬新的工作室了，那边会有更多的课程，跟不管是吃肉的课程、切肉的课程，或是玩什么东西的课程。如果各位干爹呢愿意就是摆东西在我们后面的话呢，对，让我们的工作室不要只是空空的工作室呢，对，大家要赞助我们厨具、赞助我们烤箱，就来信跟我们讨论，感谢大家。那我们就来吃烤肉了，热一下锅。那我们先来吃牛排。为什么你不让我烤？因为这个频道叫做火星主厨的回归之旅，不是火星阿妹的回归之旅。你的小玩具里面才是主厨，你不要了啦。你觉得味道怎么样？还好。吸不到。看起来是好吃的耶。我们这一块把它烤熟，这块我们来做点像塔塔 k 这样，好啊，就只烧表面。面哇，你也都知道了耶！来了这个频道之后，就没有肉可以吃了。因为你很难在外面吃到冷藏的肉，然后冷藏的肉跟冷冻过的肉还是有一点差异性的。啊，那我试试看塔塔 k， 我们切斜切，都斜切，哦，切出来看起来很红哎。塔塔 k 通常都是一些比较难处理的肉啊，所以通常会切薄切。不过我们刚刚吃的生的，我觉得厚切是可以的。你可以帮我顾那块肉，帮我翻面。放中间一点，数60秒翻一次， 1、2、3、4、5。自己的心里数就好了。然后我们来撒盐哦。美味的关键果然是在盐，我吃一个哦。 1、2、3。老实说，你要骗我是菲力是有机会的，你吃吃看。你骗我是菲力，我是有机会的耶。它没有那么软，可是它有那个风味跟那个口感。你要骗我是菲力是有机会可以成的耶，真的。来，你吃吃看，好吃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这块肉被低估成这样？很扯哎。等一下我先放外面，这个差不多，我先放旁边。这个太扯了哎，你试试看。以一个偏刺身的肉来说，这个很可以耶。很好吃哎，你要骗我是菲力，我真的可以被骗哎。很好吃哎，而且你还厚切，没有问题耶。我们上次吃的那个星星，我觉得还有点粉粉的感觉，肌肉纤维的感觉，这个没有哎。超好吃哎。这块肉为什么被低估成这样？被低估到一个夸张的境界，我觉得不应该这样。这块要拿来做假的肉实在太方便了，大家不要做假。它今天是澳河，如果今天是日河的话，是不是它油脂会更丰富、更细致？很猛哎，它卡拉伊是很猛的，我觉得很厉害哎。它那个外面的焦香是香的，然后又不会有那个血味、焦味，我觉得完全被低估哎。
然后这个我们刚刚切比较厚的牛排，回来了，应该我觉得5分熟。我想再把表面煎焦一点，不是这样点一点就好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？这样才能把水挤出来。不是，我们是在看硬度是不是够熟了。哎，你妈出来，赶快烤给她。这个是菲力哦，我们今天做的是菲力哦。广元商贸说没有菲力是骗人的哦。我们今天本来要拍菲力的啦。哎，如果今天有来菲力的话，跟这块一起，我们应该做个盲测，对不对？下次再拍一集。我来你就算了吧。菲力你知道什么东西吗？吃背的肉，没有错。哎呦，你有偷看我们频道是不是？美女呢？我猜的，菲菲啊，菲菲啊。懒得 rest， 直接来。搞不好它是一个 tataki 神肉哎。给你吃，第一口给你吃。这么熟就不能骗你，tataki 可以骗，这么熟就没办法骗你是菲力。可是香味很棒，我觉得表面的香味很棒，对不对？烤久了就太硬了，我觉得如果切小块一点，可能就会变好吃。我觉得你懂哦？我懂。就没办法骗。但是我也是觉得是好吃的。所以如果他今天做成tataki，用很大火去把表面弄成焦的，然后里面是生的来切，就会很厉害。这样的确吃起来就不是菲力了，可是还是很好吃。所以我们可以切得很厚，如果要夹的话，就是切得很厚。对。然后锅子表面赶快煎，把它煎焦，就是太熟不行。所以这块是很值得生食跟tataki。为什么拿到？你会抖哎。放中间一点，它熟到一半了就翻面。我觉得不用等肉汁跑出来。然后我们刚刚把那个筋都有修干净，我觉得也帮助很大。你看它是一个很瘦的肉，所以你看这个铁板的表面都已经整个都没有油了。我要吃一半了，快不行。好吃哦。好吃，而且很软。因为我们其实烤得很深，对啊，里面还是红的。我们其实烤得很深，这个比厚切然后烤比较熟还要好吃，对不对？它比较软。所以它就是一块tataki的肉，就只能炙烧，那就是生的肉。就有焦香，然后生的肉。我觉得火可以再大，就是它很适合倒烧啊，用很高温的火焰去表面把它让立刻就是焦化，让它梅纳反应变脆，很特别，我觉得很棒。对，我觉得刺身肉，上次我们吃的那个豚肉心，觉得刺身肉是 OK 的，可这个比那个还要高级的味道，味道很高雅，而且它算是稀有部位。那我们先吃这个。我饱的就我烤，啊，为什么是你饱？跟你说这个频道叫火星主厨的之旅，我就是主厨啊！你不是火星来的啊，水星的魔女，水星的魔女。我不是水晶魔哒哒女。哒哒哒哒，不是，那个是 idol，sorry。再看看，没有啊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什么都可以了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快快快要喷汁了。第一块拿出来开始吃。哦，这个一不小心就太熟了，都吃到头发了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种我就讲蛮软，很好吃。甜甜的。你为什么不能自己吃？有点难。味道还不错，刚好那个汁水跑出来了，所以这个的容错率有点低。做到极致美味的时候，它的容错率很低，要跟它很熟悉，才有办法处理这块肉。所以最安全就是tataki。那我们现在来吃刻花的部分，刻花我们先烤刻花这一面，这个你比较不会烤，我来烤。我会，这个不行啊，我超厉害。你看这边旁边是不是会有熟一半上来？像这个已经到一半了，就可以翻面。好，就这样摆着，熟一半了我们就把它翻过来。好，翻过来。这个汁水已经这样挤出来了，赶快翻过去再烤一下。啊，这样子跑出来了，翻过去烤一下。这个也是，也可以翻过去烤一下，因为这个不会有火啊，所以一下下就好了，就可以拿起来。Rest 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休息呀。因为我每次在我快要不行。我第一次知道刻花没有后切好吃，反而没那么好吃，对不对？
但我们频道都没有在作假，好吃就好吃，不好吃就不好吃。刚刚的比较好吃，对不对？刻花反而没有比较好吃，可能汁水跑掉了，所以反而你刚才挤人呢。没那么厉害，我懂了。对不对？一入口就是一块刺身肉，刚刚那样生生的 tataki 后切什么的，不磕反而好，磕了反而熟进去就不好了，鲜味的那个冲击感消失了。甜味也不见了，反而豚肉心刻花就还比它好吃。每一块肉真的变化很多啦，我觉得一块好的肉如果用不对的方式去处理也不会好吃。然后一块就是被低估的肉，或是评价比较低的肉，你用正确的方式去处理它的时候，一样是 OK 的。我告诉你，你有没有再吃一块这个？冷掉之后超好吃，我切小块一点给你。我要一块。对的。比刻花的好吃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在这个方向，我觉得很厉害。以刺身肉，然后那个生吃来说，这块肉真的很值得，因为那个价差啦，一样公斤数来算的话，可能这个1公斤可以买4块菲力，当然还是不一样的东西啦。只是我怀疑有多少消费者会知道。我觉得它的 tataki 绝对比菲力好吃，菲力的 tataki 可能没那么好吃。tataki 到底要怎么翻啊？倒烧吗？问 Gemini。tataki 这个倒烧的中文应该要怎么翻译？英语会说 To type is teriyaki in Chinese。所以 tataki 我们中文到底应该要怎么讲？你不要跟我讲英文，他沉默了。英语会说 So how exactly do we？ 他帮你翻英文呢。tataki 是一种日本的烹调方式，那它要怎么翻译成中文？被打倒了。结论是他死掉了。请问 tataki 翻成中文应该要怎么说？ Tataki 翻成中文可以叫做炙烧或半熟烧。我想起来就半敲烧啦。这块肉我觉得是被严重低估，然后它应该是可以弄得非常非常好。下次我们来拿一块来干手试试看，会不会变厉害，还是会变糟糕？因为我觉得生食跟半敲烧就是 tataki 是好的。其他的说要烤到很熟，对，那这个可能就是要快速。第一次吃到就是刻花之后反而不好吃，大家可以试试看黄瓜条怎么去利用它。如果是以北部习惯的牛肉传统方式用炖煮的话，这完全绝对不行，炖煮绝对不行。好，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或是你对于黄瓜条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也可以跟我们留言。如果有更多处理黄瓜条的方式，我觉得搞不好，可是我觉得拿来涮火锅应该是不行。当然没有试，下次来试啊！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什么修肉课？修肉课可以干嘛？可以吃肉。我们还是有切肉，虽然吃肉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就是我们会切肉。我会让你烤一块我切的肉给你吃，然后你烤一块你切的肉给我吃，这样就技巧的不同啊，或者是哪边没有抽干净这些一点点看不太出来的差异呢，会影响到你吃的口感有多少。还有到底要怎么样烤肉，我们会教。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要怎么样？订阅、按赞、分享都。你终于讲对了，赞！可以加我们的频道会员，让我们有更多的资源，可以切更多的肉跟烤更多的肉来增加我的胆固醇。然后，因为我们最近要搬新的工作室了，如果各位干爹呢愿意就是摆东西在我们后面的话呢，让我们的工作室不要只是空空的工作室呢，都感谢大家。对，大家要赞助我们厨具，赞助我们烤箱，就来信跟我们讨论。然后大家也可以加我们的赖社群啊，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人会回答你各种有趣的问题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突然活过来。